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欢迎回来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将延续反式脂肪的讨论。在前面关于反式脂肪的3期视频中，我们了解了反式脂肪的概念、分类以及对运动健身的影响。通过这些内容，我们知道了反式脂肪不一定都是坏的，天然反式脂肪就是有利的脂肪，它可以帮你增肌、减脂、提高运动表现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聊反式脂肪的种类，你是否需要补充，并且介绍 CLA 这种营养补剂。好，让我们进入主题。在上期视频中，我们介绍了天然反式脂肪的诸多优势，它是反刍动物瘤胃中的微生物对不饱和脂肪酸进行氢化处理的产物，所以在反刍动物制品中就含有这类物质，例如牛、羊、鹿肉和其乳制品中。那么是不是吃了这些食物就可以补充天然反式脂肪了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不过其中的含量却很少。我们以草饲牛肉为例，每100克只含有 0.5 至 1.5 克，这些天然反式脂肪所占比例较小，正常饮食不能满足人体需求。不过大家注意了吗？我说的是草饲牛肉，就是用草料喂养的牛。不过在当下的畜牧业中，粮食作为饲料已经更加普遍，粮食成本低，受到草场和天气影响因素小，牲畜吃粮食生长得更快等等盈利模式，使草饲牲畜逐渐变少。如果你吃的牛肉每斤售价在150元人民币以下，那基本上不是草饲牛。粮食和草料的脂肪酸组成不同，天然反式脂肪的产生数量也有很大差别。每100克吃粮食的牛肉中只含有 0.1 到 0.5 克，其他的牲畜制品也是相同的道理。研究表明，想通过食用天然反式脂肪达到理想的增肌减脂效果，每天建议摄取量为3至6克。因此，你需要选择营养补剂的形式额外补充。天然反式脂肪可以简单分为2类，共轭亚油酸和反式异苗酸，它们都存在于反刍动物的肉、脂肪和乳制品中，只是共轭亚油酸主要存在于肉和乳制品中，而反式异苗酸主要存在于脂肪中。而且反式异苗酸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共轭亚油酸，因此研究的对象变简单了，我们只需要了解共轭亚油酸的摄取问题就可以了。共轭亚油酸简称 CLA， 它是亚油酸的一种异构体，主要包含 C9T11 和 T10C12 两种异构体，它们在人体内发挥着不同的生理功能。关于具体的过程我不做介绍，你也不感兴趣，只需要知道 CLA 具有增肌、减脂、提高运动表现、抗氧化、抗炎症、抗癌等等作用就好。这些内容我在上期的视频中详细讲解过。既然 CLA 主要存在于反刍动物制品中，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 CLA 是不是从中提取的呢？并不是。想获得足够高浓度的 CLA 用于补剂生产，直接提取的方法效率不高，而且成本高，所以它们大多是通过化学合成和植物油，例如红花油和大豆油的异构化过程制成的，这就变成了人工合成的天然反式脂肪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经过了多年的研究验证。从上世纪70、80年代开始研究，到90年代末商业化， CLA 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和更新。这款产品在运动营养补剂中非常常见。市场上的 CLA 补剂有多种形式，最常见的就是胶囊状，也有粉末状的产品。研究推荐每日摄入3至6克的 CLA 可帮助达到增肌减脂的效果，应该随餐使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过量食用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、胰岛素抵抗、血脂异常、脂肪肝、增加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等等副作用。还记得在上期视频中我讲过，天然反式脂肪的优势是防止胰岛素抵抗、脂肪肝、血脂异常、减少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。可见 CLA 不像很多补剂那样可以超量食用。还有，补充 CLA 需要至少8周才能见效，持续食用是关键。例如在增肌方面，肌肉生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涉及到蛋白质的合成和分解平衡。在增肌减脂不能同时进行的那期视频中我讲过，每天肌肉质量的增加在5至10克之间，只有持续的蛋白质合成以及充足的热量、营养和训练，才能创造肌肉质量堆积的效果。另外 CLA 的抗炎症和抗氧化效应也是需要时间积累的，减脂也是相同的道理。在食用 CLA 的前几周，身体主要适应 CLA 的存在，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利用 CLA 优化脂肪酸的代谢途径，因此间接性或不规律的补充 CLA 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天然反式脂肪是对健康、
增肌、减脂以及提高运动表现都有积极作用的健康脂肪。依靠自然食物无法满足每天3至6克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应该食用共轭亚油酸 CLA。CLA 应该按照推荐数量食用，长期不间断食用才能见到效果。了解了 CLA， 请留言告诉我你会不会选择食用呢？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